生你3计，在朕身边最信任的人，竟然为了一个女的收藏龙族出卖我，辜负朕对你的一番恩惠。皇上，你要我屠龙屠妖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绝无怨言。可是我爱的是翡翠，我为了她，不惜做任何事情。她的命就是我的命，她死了，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朕真是有眼无珠，看错了你这个只会谈情说爱的废物。也罢，拉出去斩了。皇上，皇上！我真是为了当忠臣，残害了龙族，害了翡翠，值得吗？没想到皇上竟然是个冷酷无情的人。我相信你已经知道，水玲珑被我们抓到了。龙王的整个家族已经是一网打尽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为什么不振振有词的责怪我，满口仁义道德，与我争辩？我不想再争辩了。父皇让我来这儿，不是来听我争辩的。父皇，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。哼，还执迷不悟，用话来堵我。父皇就是体恤到你失去一个心爱的女人会痛苦，所以才千里迢迢的把你匹配的恩乔公主从波斯国请来，让你们2个人培养感情，慢慢可以替代那个龙公主。父皇这么做还不够用心良苦，你还不领情？感情不是换洗的衣服，想穿哪件就穿哪件。儿臣认定一个，任何人都不可以取代。恩乔虽然是一个好的女子，可儿臣喜欢的却是水玲珑。其实这些话，我已经不想再说了，因为我不能说服父皇，就像父皇也不能说服我一样。这么说，你想要怎么样？是要父皇把朕唯一的儿子永远关在天牢？父皇，我知道您是爱儿子的，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。所以，儿臣恳求父皇放了龙王，让龙王带着家小远离四方，永远不踏足中土。儿臣就答应你，与恩乔公主成婚，作为交换的条件。以为你是龙，跟朕讲条件？你越是这样，我越不会放过他们。如果父皇灭了龙族，我以一死相随水玲珑。你竟敢为了那些孽龙，如此威胁父皇！你只想到水玲珑死你会伤心？难道你殉情了？朕这个为人爹的不伤心？请原谅孩儿的不孝。皇上，殿下爷，你们是父子俩，弄成这样不是太可惜了吗？不如一人退一步，那就可以皆大欢喜了。好，朕可以不杀水玲珑。殿下爷，多谢父皇。但是，朕绝对不能接受一条龙当李家的媳妇儿。能当李家媳妇儿的，只有恩乔公主。朕也不会释放龙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是不会娶恩乔的。那么水玲珑他们都得死。父皇，殿下爷，你已经没有筹码了，只要水玲珑还活着，你就牺牲一下，答应吧，殿下爷。在我改变主意之前，去向恩乔公主求亲，否则，别怪我无情。
姐姐娘娘，你们能不能不要走啊？现在爹爹和明珠姐姐已经不在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，不是很可怜吗？元宝，我们也很舍不得你啊。别难过，至少你还有你亲娘呢。可是我很少见到她，要不我和你们一起上路吧？我们是去流放岛，很可能就回不来了，怎么可能带着你呢？都说是来送别的，怎么一句话也不说？你想听什么，我就说给你听吧。其实，要不是你帮我去求情，说不定现在我们早就龙头落地了。我们该谢谢你。我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。我还听说你要跟恩乔公主成亲了，是吗？啊，水玲珑，其实你跟恩乔公主很匹配。也好，你们还是好好过日子吧。父子，我突然很想听你念诗，你能不能为学生念最后一首诗呢？好啊。涉江采芙蓉，兰泽多芳草。采之欲于谁？所思在远道。环顾望故乡，长路漫浩浩。同心而离居，忧伤以终老。你听懂了吗？不懂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木瓜、木桃、木李。是啊，这个时候我确实不应该念这么伤感的诗。姐姐，我会很想念你的。我也是，元宝。我们这样漫无目的的走，到底要去哪里？只要远离中土，去哪里都好。听说北方的大漠很荒凉的，有大片的冰天雪地。要不咱们往南方走吧，岭南地区远离中土。那里是蛮荒之地，我们会习惯吗？那不知道向西走的情景如何呢？西出阳关无故人，那么凄凉，我宁可往东走。对了，听说东边有个桃花源，不仅人烟稀少，而且诗情画意。应该会适合我们。翡翠，翡翠，翡翠，阿成哥哥，你怎么还没死呢？皇上恨我窝藏你们，他要将我斩除。我是九死一生才逃来这里来的。看他好像伤得很重。那是他活该。我知道你们恨我，要不是我揭穿了你们，你们也不会遭受到流放的命运。你已经很可怜了，怪你有什么用呢？那你们打算去哪里？不知道，总之是很远的地方。那我岂不是见不到翡翠了？你放心好了，只要我没事，就不会离开翡翠。她就像活着一样。阿成哥哥，不早了，你快回去吧。我还能去哪里呢？况且，我只想送翡翠最后一程。你别这样看我好不好？我的心已经很乱了。难道我只是想跟翡翠诀别？这样也不行吗？诀别？难道你想死吗？现在，我不忠于皇上，不孝于母亲，不义于朋友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呢？现在我只不过是个见不得光的逃犯，看来只有一死，才能够解脱了。
成哥哥，你们两位行行好，一刀把我给杀了。太子，你是唯一的男人，这粗重的活就由你来干吧。我热爱和平，爱吃豆腐不吃血豆腐。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爱翡翠引起的，就让翡翠来动手吧。阿成哥哥，跟我们一起走吧，别犹豫了，走吧。火皇妹妹，希望火焰珠可以救得了你，让你醒过来。又是你！凭你三脚猫的功夫，也敢来抢火焰珠？前辈，那颗火焰珠牵挂着龙族一家的安危，本来我和龙公主就快拿到手了，是你硬抢去的。我求你，把它还给我！不成！我的火皇妹妹要在火焰中99日的温暖中才能苏醒，现在已经过了749天，成功在望，谁也碰不得。人王现在危在旦夕，火皇可以他日再救，难道你真的是是非不分吗？龙王的生死关我什么事？火皇的苏醒比什么都重要。岂有此理！你铁石心肠，枉被称为青痴，自寻死路。太子，你又有心事啊？不，我看到这里的人如此无忧无虑、安居乐业，我觉得很欣慰。那你为何愁眉苦脸的？我们在这里逍遥自在，只可怜姚烈一个人在雪山冒险，生死未卜。是啊，也不知道姚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。唉，都怪我自私，贪生怕死，不早点承认懂得龙吟八音，陪他一起去雪山，让他一个人去对付火凤，真是太不应该了。谁呀？也许是风吧。不如我们成亲吧。你不愿意？我当然愿意，可是现在龙王爹爹处在水深火热，现在成亲恐怕不大好吧？如果我们成亲了，只要我怀了龙种，龙族就不怕无后，那么你就可以安心的去救龙王了。我记得当日你和我定亲的条件就是要我练好龙吟八音，救出龙王爹爹。我知道，其实你一直想去救龙王，只是又担心万一遭遇不测，龙族又会少一个人，对吗？对对对，紫霞，你真的太了解我了。可是，万一我壮烈牺牲，你这么年轻就要守寡的，这样你也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可是，就算我不被火凤打死，万一被他打得昏迷不醒啊，断手断脚啊，没了知觉啊，这样你也愿意吗？我愿意。紫霞，没想到你这么伟大，又那么痴情，我就更加舍不得离开你了。既然你那么怕我守寡，那好吧，如果你真有不测的话，我就不替你守寡，重新改嫁。那怎么可以啊？傻瓜，只要你勤学苦练，平平安安的回来，我不是就不用守寡了吗？为了你，我会加倍努力的。哎，不如我们就在这桃花树下摆下喜宴吧。好啊，那我们快点告诉他们吧。告诉什么？有什么好消息啊？我们就要成亲了。恭喜
们。哦，对了，我要把这个串成项链送给嫂子当新婚礼物。送给我的？这些可是你亲自去采摘的，多难得呀！这些珠子啊，代表团团圆圆，祝你们两个幸福到永远。谢谢。你时常在这儿背着大家伤心流泪，是不是想起李斌了？我没有。我是过来人，我以前也是常常想起翡翠，突然觉得胸口很冷。我低头一看，衣服已经被眼泪弄湿了。你不用不好意思了，这叫相思苦。同心而离居，忧伤而终老。这种相思，实在是太苦了。翡翠，你不要太伤心了。不要这样看着我。实在对不起，我一时又忘情了，忘了你是水玲珑，不是翡翠。不过，我真的很想念翡翠，我真的很想借助你，再跟翡翠相聚。我真的忘不了跟翡翠的美好时光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帮不了你。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。你为我保住翡翠的身体，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收留我。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帮你救龙王。想救出龙王爹爹，谈何容易啊！没有了火。火什么？对了，姚烈为什么这么久没来找你们呢？姚烈他太鲁莽了。他做了什么？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，我希望他安然无恙吧。根据此地习俗，太子和太子妃必须并寄原野，遥望远方的国土，并祈求皇上还有百姓的祝福。你就不能为了你的父亲，为了这莫名其妙的婚事，为了骗我开心，装得稍微快了一点吗？比哭还要难看。你看，我这装的比你更自然。对不起啊，我未能及时救出翡翠姑娘，现在害得你要被迫向我求婚。我知道，要是我拒绝了你，你会很高兴的。可是我这样，水玲珑就走不了了。恩乔公主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姑娘，可是我没有这个福分，很对不起。其实，你现在想得到这个福分，还来得及。订婚仪式后，我们就要举行大婚典礼了，你还是忘不了他。我知道我这样做对你很不公平，可是对于他，我就是忘不了。我就知道自己是痴心妄想，可我也不想看到你这么委屈，难为你了。恩乔公主，我委屈你了。我想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待你。驾！驾！驾！雨，公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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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去吧。是。公主，你辛苦了，幸好伤势不重，要不然我李斌会愧疚终身的。对了，公主，按道理你的骑术是收放自如的，为什么会坠马呢？我只是被你和水玲珑的爱情故事给感动了。哦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是不是向海说的？你整天忙于公事，恩乔百无聊赖，
才缠着相公公把你的事说给我听。我本有意成全你，可是你也知道，这场婚事是双方家长促成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不爱我。勉强的婚姻是没有幸福的，因此，尽我所能，我只能做到如此。公主，我对不起你，而且现在我同时伤害了2个姑娘。殿下爷，传奴才来有什么吩咐？哦，有没有禀告父皇？禀告了，皇上说，公主身体欠安，定亲之日可在3个月后。那就好。那公主，你就先休息吧，我告辞了。和嫂子新婚大喜。好了，现在水玲珑的礼物送完了，该轮到新郎给新娘子送礼物了。龙哥哥，按照我们龙族的习惯，新郎官要给新娘子送最心爱的礼物。你要送什么给嫂子啊？我最珍贵的已经给了紫霞了。啊，太子别胡说，哪有啊？我的一颗真心不是早就给了你了吗？姐姐，元宝，不迟不早，刚刚好。于佳怡、紫霞姐姐、太子哥哥、水玲珑姐姐，你们好！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，幸亏你准时赶到了。为了给太子哥哥和紫霞姐姐祝贺，一路跑过来，一直都没有歇息呢。元宝，中途好不好啊？还不是那样，没有什么问题吧？那释小小大师他好吗？还不是一样，每天逼我背什么经啊？李冰夫子他好不好？他还不是那样。他大不一样，他快和那个什么菠菜公主结婚了。不是菠菜公主，是波斯公主。哎，阿成哥哥，元宝，原来他真的要跟恩乔结婚了。那我就祝福他们吧。你骗人！我是真心祝福他们的。你不是教过我吗？对一个男人就得必须一心一意，才能2人同行。如果3心2意的话，就会4行眼泪的，怎么会幸福啊？我娘怎么样了？她还好吗？她还好，只是被皇帝罚坐牢。哎呀，我娘这把年纪了，还要受这种苦，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孝啊！早知今日，我就不应该投效皇上，今天就不会连累我娘了。我娘在大牢里受苦，我却在这里苟且偷安。阿成哥哥，我的龙王爹爹也是被皇帝所困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唉，我太失礼了。今天是龙太子跟紫霞姑娘的大喜之日，我却扫大家的兴。等会儿呢，我自罚一杯。好了，别说这些丧气的话了。来，我们吃饭喝酒吧。来，我们为这对新人祝福，祝他们白头到老，欢欢喜喜，祝他们早生贵子。我真是太过分了，只顾自己幸福快乐，却不管龙王爹爹受苦。你怎么了，太子？其实，我有解救龙王爹爹的办法，可是我贪生怕死，不敢讲出来。我真是枉为龙子。龙哥哥，你到底有什么办法救得出龙王爹爹啊？其实我懂得了龙吟8音，已经练得差不多了。成亲之后，我就会去寻找火凤，夺取火焰珠，救出龙王爹爹。其实这武功还需要龙妹妹和小白龙的帮助，才可以发挥更大的威力。我也去。你？虽然我不懂飞天的本领，不过我懂抓妖的本事，我相信我可以帮得上忙的。
这是我们龙族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要帮我们？只要能帮你们救出龙王，我就能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。二来，能打倒皇上，救出我娘。阿成哥哥，你的伤还没有痊愈，而且玉娇阿姨和紫霞都需要有人照顾，不如你就留下来保护他们吧。这样也好，那你们就放心去办你们的事吧，这里交给我就行了。元宝，请你赶快回去，把消息告诉夫子，让他里应外合，不让皇帝有阻拦的时间，好救出龙王爹爹。行，绝不辜负你的重托。龙公主，其实我有一个想法，你跟龙太子先去取火焰珠，我就护送玉娇龙、龙紫霞和元宝到十里堡，等你们取珠回来，一起去救龙王。有道理，那就按你的计划行事吧。你真的不怕死？又来了！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得到火焰珠。嘿，姚烈，我们来帮你。没什么好怕的，我们一起来对付他。你们有这个本事吗？龙妹妹，我们还是赶快走吧。我知道你在听我的声音，你是气我和别的女人说话。假如我说我把自己给毒哑，以后再也不和别的女人说话，你是不是肯原谅我？若是连别的女人都不看，那我就把自己的眼睛给刺瞎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你的样子永远会在我的心里，那样可以吗？你答应我一句。起来吧，火皇，火皇，有没有什么发现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跟龙哥哥已经练好龙吟八音了。真的，龙吟八音可以对付火凤，那我们就可以抢回火焰珠了。龙哥哥，龙哥哥，你这么着急要去哪里啊？我见到火凤对他的妻子情深意重，我就想起紫霞来了。我一定打不赢火凤的。我不能让紫霞变成寡妇，我得回去见她。你不可以走，不然的话，我跟你没完。你要是再这么窝囊，小心我让嫂子休了你。龙妹妹，千万不要啊！那你答应留下来啦？水玲珑，你刚才说过你已经学会龙吟八音了。其实这套功夫并不难，很快就学会了。龙吟八音是一套音波功，以柔制刚。开始使出的时候非常慢，但是音波没有形成就毫无威胁。所以与敌人交手，我们便会输了先机。万一敌人下杀手，我们始终抵挡不了啊。没关系，我们有3个人，可以分散火凤的注意力。火凤定会保护火皇，与他形影不离。记住，到时候我们一定要动之以情与动之以武，相互配合，拖延火凤的发功。那好，我们就在洞口等待时机，一切见机行事。龙妹妹，那我们再来练一次龙吟八音。太子他们怎么还没回来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我看我们别等水玲珑他们，我们先走吧。不行，他们拿了火焰珠，会到这里来找我们的。哎，阿成哥哥，你的伤全部都好了吗？是啊，你不是说伤得很严重吗？我的伤早已经好了。那你为什么不陪太子他们去抢火焰珠？如果我不留在这儿，谁来收拾你们呢？你们快跑！边城，
你卑鄙无耻下流，竟敢欺骗我们！水玲珑这样救你，帮你，你这样做不惭愧吗？我不是说过，人分9种，种种都不同。他就是最坏、最贱的那种。你们爱怎么骂，就怎么骂吧。我是有苦衷的。阿成哥哥，你变了，你变得越来越坏。翡翠姐姐不会原谅你，她永远都不会喜欢你了。我是忠君爱国，你的翡翠姐姐，她一定会明白的。不出皇上所料，龙族果然有异动。那颗火焰珠可能早已经落到水玲珑的手上。皇上，微臣去把火焰珠给夺回来。慢着，火凤不容易对付，先让他们互相残杀，等谁拿到了手，再毁灭他也不迟。皇上英明。严城，你做得好。你马上去避暑山庄，准备一切，让龙族自投罗网。遵命。你还有话要说吗？皇上，微臣有个请求。说。请皇上放过翡翠。不可能。只要放过翡翠，其他的事，微臣万死不辞。你还那么喜欢那个女子？可你知道吗？要成为真正的男子汉，这种儿女私情害人不浅。还有，你的前程可能会毁在这种婆婆妈妈的事上。我知道，可是这是微臣的最后一个请求。皇上，求皇上放过翡翠。殿下，刚才有人架子不小啊，直接策马入宫。那个人不是你吧？我有急事向皇上汇报。对了，我还没恭喜殿下您的婚姻大事。婚期已经押后了，他日再庆贺也不迟啊。我还以为你对水玲珑是一心一意的，原来你还是服从了皇上的安排，跟一个门当户对的公主成亲，完全不管水玲珑的感受。哼，你不是也跟随水玲珑他们去流放了吗？怎么又可以在皇宫堂堂正正的出现呢？难道这一次又立了什么大功吗？或许你聪明一世，不过这次呢，你怎么也猜不透。这一次，我是猜不透你想干什么，但是我知道你这么孝顺的儿子，怎么可能会撇下你的娘，跟龙族去流放呢？这当中必有蹊跷。何况天牢戒备森严，连只鸟都飞不出去，已经被我父皇打得只剩半条命了，竟然可以轻而易举越狱杀人。严城，你的苦肉计瞒得过别人，瞒不过我。那你猜得透我接下来要干什么吗？我让你猜也猜不透。你不会想把龙族怎么样吧？你回答我。殿下，天机不可泄露。严城，难道你真的想伤害救翡翠的龙族吗？皇命不可违。皇帝老儿，你的末日到了！别做梦了！你还以为你的儿子会来救你？没错，他们是想来的，可是他们的计划已经被我识破了。反正他们来了，也是白白送死。你坐在这儿慢慢的等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你们真的不知好歹，一直要跟我打，打什么？假如我们打不过你，便知难而退。哼，再打100次，你们还是输。如果我们打赢你，就把火焰珠交给我们。什么鬼声音啊？这么吵，这声音真讨厌。你们来对付火凤，让我试试去感化火皇。火皇姐姐，快点醒过来吧！火皇姐姐，我知道你伤透了心，一辈子不想见火凤。可是火凤当日只跟孔雀说了1句话而已，他对你并没有异心。你气他，不再爱他，苦了他也苦了自己啊！就好比我吧，李冰太子明明爱着我。可是为了龙族的安全，他却要娶另外一个人。我并不恨他，因为我知道他的心总会向着我的，要不然他也不会跟我说同心而离居，忧伤而终老。我跟太子有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，我们2家是敌对的家族，爱情阻拦重重，情花无法不凋谢。可是你们之间只是存在着误会而已呀。火凤为了见你，守在这里这么久，花了那么多功夫去拿火焰珠，再见你一面是为了向你认错，你又何必那么固执，就为了赌一口气？要知道，若非爱他，怎么会气他？若是爱他，为何折磨他？折磨他就是折磨自己一样啊！火皇姐姐，真爱难找，为了他，你就放下这份执着吧。火皇姐姐，火皇姐姐，你醒过来了，你肯原谅火凤了吗？太好了！火凤，火皇姐姐醒来了。火皇，你醒了。你终于肯原谅我了。这根锁龙链坚韧无比，看来我们还是别白费力气了。哎，绑我的只是普通的绳子，还是我来试试看吧。逃跑了，小孩呢？嗯。打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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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臣拜见父皇。你又来为龙族求情，不必再费口舌。父皇，我希望你听我讲一个字，我讲过了，以后也再也不会阻拦你。哪个字？恕。我没时间给你咬文嚼字。父皇，只有恕，才能让人舒畅、安稳、幸福。从此以后，就让我们2族彻底的放下仇恨吧。不可能。那就休怪儿臣不孝。下来。奴才在。在这个逆子做出令我更伤心的事之前，把他杀了，杀了他！
元宝、玉蛟龙还有龙紫霞，已经在我们手上了。要想他们安全，交出火焰珠，束手就擒。你千万不要伤害他们。燕城，你竟然是内奸，太卑鄙了！精忠爱国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你们两个千万不要太鲁莽，我的紫霞还在他们手上呢。先救龙王再说。龙妹妹，你说先救谁？翡翠姐姐，翡翠姐姐，我们来了。元宝，太子放心，我们脱险了。那好，我们去救龙王爹爹吧。给我火焰珠！皇上有令，谁也不能放龙王。蛇玲珑，你带火焰珠先去救龙王陛下。阿成哥哥，你严将仇报。各为其主，更何况，龙王要是放出来，一定会兴风作浪，会牺牲更多无辜百姓。胡说！我龙王爹爹不是这样子的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严城，你忘了水玲珑为了保护翡翠的身体所受的苦难了吗？我很感激你对翡翠的恩惠，可是翡翠也是被你们龙族害成这样的。那好，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龙王爹爹，我来救你了。龙王爹爹，这双手如果可以永远握紧，或许爱情就不会举棋不定。黑白终究会分明，天亮了梦不一定醒，闭上眼睛世界才会变安静。以为付出会和幸福存在必然关系。